当你的理发师都开始谈 SpaceX 股票的时候，这场财富重新分配的游戏就进入尾声了。你手上的钱正在被精心设计的金融退潮游戏重新分配，聪明钱已经在打包行李，而大多数人还在排队上船。去年底啊，也就是2025年12月31日，美联储悄悄给摩根大通灌了750亿美元的流动性。那同月20号又印了130亿。那这不是什么技术性操作，而是这是金融史上最古老的剧本重演。先放水灌满池子，等鱼游进来，再把塞子拔掉。这次游戏有个致命的不同，银行准备金要求从2020年3月起被降至0%。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像监管部门告诉银行，你们可以裸奔了啊，出了事儿我兜人。当系统性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消失的时候，接下来就会发生会比2008年更戏剧化。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会比2008年更戏剧化。解剖流动性周期，为什么你的财富在被设计中蒸发？经济疲软，银行缺钱，美联储印钞，那这条线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让我用一个你每天都会经历的场景去解释这一个逻辑链。假设啊，你经营了一家小的餐厅，最近呢顾客突然变少了，因为经济疲软嘛。你去银行想贷款撑过淡季，结果银行说抱歉啊，我们的现金也不够了。银行准备金不足嘛，这时候央行跳出来说，我借给你们钱，利息很低。然后美联储就开始印钞了嘛。然后你拿到钱后，决定装修店面，多进货啊，请这个员工啊，隔壁的奶茶店的健身房看到你生意变好了，也跟着一块去贷款扩张啊，整条街突然就热闹起来了。资产价格在上涨，估值在扩张嘛，对吧？这时候你的餐厅的原始股可能是你的亲戚啊，突然就说了，我觉得现在估值不错啊，要不我把这个股份卖给外面的投资人。于是你找了券商做了个 IPO 啊 ，IPO 窗口打开了嘛，对吧？问题来了，为什么你的亲戚选择在生意最好的时候退出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繁荣是借来的，是暂时的。6个月后，央行开始收紧贷款，利息上升，你会发现每个月的还款压力巨大。那顾客呢也会因为整体的物价上涨而减少消费，生意呢可能就会开始下滑，而那些高价买你股份的外部投资人可能就要被套牢了。数据不会说话，美联储的紧急动作到底有多紧急呢？2025年12月疯狂的操作，12月2日印钞130亿美元，这是计划外动作。12月31日向摩根大通注资750亿美元。为什么是年底最后一天？因为银行要做年终报表，你不能让数字太难看了。更可怕的是背景数据，美联储紧急贷款窗口使用量创历史新高。银行已经不敢公开去市场融资啊，只能偷偷的找美联储借了。银行准备金降至4年低点，上一次这么低是因为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美联储资产购买规模每月400亿美元，年化4800亿美元，相当于每天烧掉13亿美元买资产支撑市场。那对比一下这个规模啊，台湾2025年 GDP 约是7700亿美元，美联储一年的买入资产量相当于超过半个台湾的经济总量。这笔钱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会通过通胀、通过资产泡沫的形式转嫁到每一个持有现金和固定收入的人身上。那这个周期的终点，历史已经推演过3次了。2000年科网泡沫起势，1999年457家公司 IPO， 其中86%的公司都在亏损上市。对，你没看错啊，亏钱的公司居然能上市。投资人的逻辑是烧钱、抢市占率，未来一定能够赚钱。结果呢，纳斯达克从5000点跌到1100点，跌幅78%，蒸发了5兆美元。那这5兆美元去哪了？进入了早期投资者、创始人、投行的这个口袋里。2021年印钞狂欢的血淋淋的教训，美联储印了4兆美元，相当于美国2021年 GDP 的18%。那2020年到2021年的 IPO 公司到2023年，95%的投资者都在亏损，仅剩5%的股票价格高于发行价，平均跌幅超过了60%。最典型的案例是什么？罗宾汉交易平台嘛 ，IPO 的价格是38美元，对吧？2022年的时候最低8美元，跌幅高达79%。那谁赚钱了呀？创始人和早期投资者在 IPO 的时候套现数十亿美元，谁亏了呢？那些相信散户革命故事的普通投资者呗，对吧 ？IPO 盛宴的真相是，当天才企业家向你兜售梦想的时候，他们在清仓。SpaceX 太空探索60倍营收倍数背后的算术游戏，那基本面呢？预期估值是1兆美元，那估值倍数呢是60倍营收啊。在轨卫星呢5000到9000颗啊，就是 Starlink 网络嘛，
核心的合约就是美国的这个 Starlink 通讯服务啊。看着逻辑，就是为什么有人要买呢？第一个就是军事护城河，美军在乌克兰战争中已经验证了 Starlink 的战术价值啊，这就是国家安全级别的依赖。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网络梦想，理论上可以向全球偏远地区提供网络服务啊，无需铺设地面基础设施，像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太平洋岛屿等等，对吧？垂直整合的优势，从火箭制造、发射，对吧？卫星生产到网络服务，全产业链控制啊。但是它有致命的风险，就为什么我不会去买？让我们来算笔账啊！1兆美元的估值意味着投资人期待这家公司未来能赚多少钱呢？假设给20倍的合理本益比，那 SpaceX 每年要赚500亿美元的净利才能撑起这个估值。我们对比一下，波音，全球最大的航天公司，2024年营收约770亿美元，净利率约5%，年净利约38亿美元。那 SpaceX 要达成500亿净利啊，需要营收规模是波音的3倍以上，要达到2000亿美元。啊，或者是净利率达到30%，这在航天产业里边几乎是不可能，因为研发和这个发射成本是极高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马斯克为什么要现在 IPO？SpaceX 缺钱吗？对吧？他不缺钱，他有稳定的这个 NASA 和这个军方的合约，不需要融资来扩张，为什么要上市？对吧？他为什么要上市？答案只有一个：创始人和早期投资者想退出了。60倍的营收估值意味着他们认为找不到更高的这个价格了。当全球最聪明的这个企业家选择在高点卖给你啊，你觉得你自己还能比他更聪明吗？对吧 ？OpenAI 开放人工智能，没有护城河的1兆美元估值啊，估值1兆美元吧，与 SpaceX 并列，超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啊。它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 ChatGPT 嘛，底层大语言模型 LLM， 对吧？为什么这是最危险的赌注呢？一个是技术同质化严重。2023年11月 ，ChatGPT 是 AI 界的唯一霸主。2024年呢，谷歌的 Gemini， 对吧 ？Anthropic， 那 Cloud、Meta 的这个人工智能都已经做到了90%以上的相同功能。那2025年呢，中国的 DeepSeek， 阿里的通义千问啊，在某些任务上甚至超越了 ChatGPT， 技术领先期只有3到6个月啊，这在科技史上是最短的一个护城河。缺乏一个连锁的效应，用户可以随时切换到其他的 AI， 切换成本几乎为零。企业客户呢可以同时使用多个 AI 服务去对冲这个风险。它不像 iOS 生态系统，换手机呢需要重新买 App， 不像这个社交网络，朋友都在 Facebook， 你跑不了，对吧？烧钱的速度非常惊人，训练一个大语言模型需要数亿美元啊，就是 GPU 的算力成本嘛，对吧？每一次用户对话都在烧钱，服务器、电力成本。目前呢仍处于这个亏损状态，需要持续的融资。对比微软，它的市值大约是3兆美元，对吧？微软有什么呀？有这个 Windows， 有 Office， 对吧？还有云端，还有 Xbox 的多元的这个产品。年营收呢2000亿美元以上，年净利呢700亿美元以上。OpenAI 凭什么值微软的1/3呢？就仅凭一个随时可能被取代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嘛，对吧？我们来说下一个标的，就是数据砖块。相对理性，但是仍然也在这个危险区，估值呢1340亿美元，基本面这是 IPO 名单里相对扎实的啊，客户数量是15000家企业，年增长率50%，产品就是大数据分析和 AI 训练平台啊，企业级的服务啊，客户粘性呢比较高，因为企业一旦去迁移这个基础设施呢，切换成本是非常高的。但为什么有风险呢？因为1340亿的估值啊，已经定价了未来5年持续50%增长的完美剧本。任何一季财报不达预期，股价都可能会直接暴跌30%到50%。竞争对手像这个 AWS 啊、谷歌 Cloud 都在抢同一块市场嘛，对吧？这东西适合谁买呢？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持有5年以上，但是相信企业数据分析市场会持续的扩张，可以考虑，但是绝对不要在 IPO 当天去追高。我觉得应该等到回调30%到40%再进场啊。Anthropic 啊，也就是这个 Cloud 这个母公司，3500亿美元的尴尬估值。那产品呢，就是 Cloud AI 嘛，优势是在这个 AI 安全和这个可解释性方面有这个技术领先。投资者呢，阵容比较豪华，像这个谷歌啊、Salesforce 啊。尴尬的现实是什么呢？市场份额远低于 ChatGPT。3500亿估值相当于特斯拉市值的1/3，但是特斯拉有什么？有工厂，有供应链，有全球销售网络，对吧？Anthropic 只有一个 AI 模型。
你会花3500亿美元去买一家市占率第3的 AI 公司吗？还是花同样的钱去买台积电呢？台积电可是全球芯片的代工龙头啊，它是一个垄断地位啊，对吧？下一个标的安都瑞尔国防科技的政策压注，估值是300亿美元它的业务呢是国防承包商，像这个无人机、AI 军事系统、边境监控技术的。它的看涨逻辑是美国国防预算持续增长，2026年呢预算超过8000亿美元，传统军火商像这个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技术老化创新公司有机会分食并且它这个创始人呢有这个成功的记录。它的风险在这个高度依赖政府合约，就是政治风险嘛，对吧？毛利率可能低于预期，因为政府采购会压价。300亿估值对一个尚未有大规模营收的公司来说仍然是有点激进。它适合哪一部分人？就是相信这个新冷战会持续升级的这个地缘政治投资者，但同样建议等这个 IPO 热潮冷却之后再进场。那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所有的聪明的人都在选择2026年退出？你这个 IPO 的本质，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对这个创始人来说是属于套现离场，锁定财富；对早期的投资人来说属于获利了结。你像这个红杉资本软银对吧，都已经持有了5到10年了。对员工来说，股票选择权变现，对吧？许多员工加入的时候薪水打折这个换取股权，那他们都在告诉你什么？这个价格我不想再持有了，接下来的风险由你承担。真正的机会是什么呢？我们真正的机会是要跟着政府的钱走，而不是跟着梦想去走。与其去赌那些高估值的改变世界的故事，不如看看政府正在把纳税人的钱砸向什么地方政策红利是确定性最高的投资机会。稀土矿产，中美科技冷战下的隐藏金矿。催化剂一共有3个，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反制派，限制稀土出口。2025年底，中国宣布对17种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针对对象呢就是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全球稀土供应链的70%都掌握在中国手中。第二个就是川普的行政命令简化稀土企业的审批流程，原来需要3到5年的环评和许可，压缩到6到12个月。目标呢就是2030年前实现50%的稀土自给率。第三，政府直接投资数亿美元注入关键企业 MP Materials，MP 材料，美股代码就是 MP 获得国防部和能源部共同的投资，这是美国唯一的稀土矿场。为什么稀土如此重要稀土不是土是17种化学元素的统称。那它们是现代科技的工业维生素，军事用途像这个 F-35战机，那每架需要417公斤的稀土，用于雷达、飞弹制导系统、电磁道导炮镭射武器系统核心材料。像民用科技呢，像 iPhone 的震动马达、相机镜头电动车马达，特斯拉的 Model 3每辆约需要1公斤稀土，风力发电机每台需要200到600公斤稀土，高阶计算机硬盘。投资逻辑呢就是需求确定且持续增长。你像电动车再生能源和这个国防升级供应被一个国家垄断就是被中国垄断嘛。地缘政治上升的风险，中美对抗，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植本土企业你的竞争对手就是印钞机具体标的呢就是 MP Material， 美国唯一的这个稀土矿嘛，已经获得了这个政府的投资。另外还有一个澳洲最大的一个稀土公司与美国国防部有合作，它的股票代码是 LYC， 是一个澳股再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稀土集团你可以从这个关注港股和 A 股，如果你相信中国会维持稀土垄断的地位。当然这一切它都有风险，稀土的价格波动非常剧烈，因为受政治事件影响嘛，对吧？开采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会面临这个环保投诉技术突破的风险。如果出现稀土替代材料需求呢，就会崩塌。AI 数据中心算力就是新时代的石油政府的动作呢，就是川普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加速 AI 数据中心建设审批。国防部呢投资数十亿美元给这个英特尔，要求在美国本土建立 AI 芯片制造能力。那能源部呢提供优惠电价给数据中心，像这个 AI 训练耗电惊人，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用电量相当于一座小型的城市。那底层逻辑是 AI 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它需要物理基础设施第一个就是这个芯片嘛，像这个 GPU、TPU， 每块的高阶 AI 芯片售价都3到5万美元，对吧？第二个就是数据中心，它需要有散热系统，需要有供电系统，需要有网络宽带。再一个就是电力，训练一个大模型需要消耗数百万度电这就是现代版的石油争夺战。
20世纪谁控制石油，谁控制经济。那21世纪呢，是谁控制算力，谁就控制数字经济。投资机会有哪些呢？就是上游就是芯片制造啊，台积电嘛，垄断地位，全球90%的这个高阶 AI 芯片都是由它代工的。英特尔获政府补贴，对吧？但是技术落后台积电2到3代。再一个就是英伟达了，AI 芯片的龙头，但是估值已经很高了，本益比50倍以上了。再一个中游呢，就是数据中心不动产投资信托。你像它这个涉及的这个股票有 EQIX 和 DLR， 对吧？它的优势就是稳定的配息，年增值率大约3%到5%嘛，还有一个成长性不要忽略了下游电力基础设施，核能复兴的这个概念股美国最大的这个核电运营商，股票代码呢是 CEG， 对吧？全球最大的这个铀矿公司 CCG， 对吧？逻辑呢就是 AI 数据中心需要这个稳定大量低碳的电力，核能是唯一的解。在石油板块呢，委内瑞拉变局可能会带来黑天鹅。2026年初，这个政治催化剂文件提到了委内瑞拉政治变化虽没有这个详细的描述，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委内瑞拉的石油背景拥有全球最大的以探明的这个石油储量，是超过沙特阿拉伯的。但是因为政治动荡和美国制裁呢，产量从这个1990年代的日产300万桶跌到了现在不足100万桶。如果政权更替发生，那美国呢可能会解除制裁，西方石油公司呢可能会重新进入，那个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可能会增加，短期呢会压低这个油价，但是对这个委内瑞拉国内的石油服务公司是巨大的利多。投资策略是不要买这个原油期货供应会增加，有可能会打压价格，要买这个石油服务公司。他们负责重建这个委内瑞拉的老化的这个油田设施风险的存在嘛也是有的这个委内瑞拉政局变化的这个时间和方式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政权更替重建这个石油产业也需要5到10年。2026年5月15日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事件，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就到期了。那市场预期呢，就是川普将会任命一位更听话的新主席，目标呢就是把美联储这个利率从目前的4.5%降到1%，接近2020年的疫情时期。为什么降息听起来是件好事实际上是这个警讯。降息的2种情景，第一个就是好的降息然后是经济健康，但是央行呢想进一步刺激比如说2019年的预防性降息第二个就是坏的降息，经济已经出现问题了，央行呢被迫救火，像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2026年的这个降息可能是第二种就是银行系统非常的脆弱，因为它的准备金不足嘛，企业债务到期高峰，像2026年的2029年都有数兆美元的公司的债务要到期再融资。再一个就是政治压力，川普需要漂亮的股市数字来争取连任。你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短期市场可能会暴涨，资金成本的降低，估值膨胀。中期呢，可能这个策略工具箱就见底了，下次危机来临，那美联储到底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呢？对吧？那到底是负利率还是直升机撒钱长期来说，这个通胀压力呢积累，对吧？印太多的钞票，恶果呢会在2027年到2028年爆发。这个阶段的操作就是开始减码高风险的这个资产，增加一些防御型的资产，像这个黄金对吧？那个去对冲这个通胀。公共事业股像这个电力、自来水公司，对吧？稳定的配息再一个就是消费必需品，像这个宝桥、可口可乐等，对吧？经济衰退时仍然它是有需求的。2026年的下半年这个风险期准备迎接风暴了。3大风险事迹就是 IPO 的这个锁定期，解禁后上市6个月嘛，内部人可以合法的抛售这个持股了。典型的模式是上市前3个月股价狂飙，散户追捧，对吧？解禁前1个月，内部人透过这个预先设定的卖出计划开始出货，解禁当天呢，股价暴跌20%到40%历史案例上就是雪花嘛，云端服务公司，对吧？2020年9月的时候 IPO 发行价120美元，首日收盘的时候就300美元，涨了150%。那2021年3月解禁的时候，股价从300一下就跌到了200。那2022年底呢，最低跌到了110美元已经低于了这个 IPO 的价格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呢，2026年11月美国的那个历史规律的就是执政党通常会去掉一些这个国会席位，如果共和党失去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多数，那川普呢政策推动能力会大幅度的削弱，那市场呢不喜欢这个政治僵局，对吧？立法效率低下嘛。总统任期的第2年的这个历史诅咒
数据，从1933年以来，总统任期第2年市场的表现啊，软弱的机会高达90%，原因是政策蜜月期结束，选民开始批判，中期选举压力啊，执政党推动争议性改革啊，比如说这个税改啊，或者预算削减啊。美联储呢，通常在第2年啊开始就收紧这个策略，因为第1年的刺激啊开始显现出通胀了。那这个阶段的操作就是持仓降至50%到60%，保留40%到50%的一个现金啊。为什么这个回调是好事呢？高估值的这个垃圾股会跌70%到80%，淘汰出局；优质公司呢也会跟着跌30%到50%，因为恐慌性的抛售是没有差别的嘛，对吧？这是用这个合理的价格去买好的公司的一个黄金窗口。历史案例呢，就是2022年科技股回调，微软从这个350跌到了220。跌幅呢高达37%，但基本面完全没有问题，对吧？营收持续增长，自由现金流强劲。那到了2024年底呢，微软涨回了420美元，从底部翻倍啊！抄底清单呢，我们要提前准备好，要打有准备之仗嘛，你不能等着跌下来了再去先考虑，对吧？第一个就是台积电，如果跌到100美元以下，闭着眼睛买就行了。第二个就是微软，如果跌到350美元以下，也可以大量买入。再一个就是 Visa， 消费支付龙头啊，衰退中。但是仍然有现金流。再一个就是伯克希尔，巴菲特的旗舰，熊市中的避风港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稀土股，如果 MP 能跌破15美元，政策红利不会改变。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有操作纪律啊，不要一次性买完，分批进场啊。你比如说每周买入总预算的10%，设定一下目标价，达到才买，对吧？不要因为看起来便宜就冲动啊，持有最少1年，给市场时间修复。2027年的复苏期和这个新的周期，历史规律啊，就是总统任期第3年，市场表现通常最强。原因呢，因为政府会推出大规模的刺激，为了连任铺路嘛。企业呢那个盈利复苏，美联储呢重新转向宽松，但这可能会有变量啊。如果2026年回调不够深啊，泡沫没有完全挤出，2027年可能只是反弹，而并非新牛市。如果通胀在2027年卷土重来，因为2026年印的钞太多了，美联储可能被迫再次升息。策略就是保持灵活，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不要预设2027年一定会涨啊，因为市场不欠任何人的东西，对吧？一定做好风险管理。最后啊，给大家一个忠告啊，金融市场是一场音乐椅游戏啊，美联储印钞、IPO 狂潮、政策红利，这些都是音乐响起时这个热闹场景，但是你必须永远记住啊，当音乐停止时，总有一大群人找不到椅子。像这个2000年的这个科网泡沫的教训。对吧？到底是谁赚的呢？创始人、早期投资人、投行，对吧？2026年会重演吗？其实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剧本。你的任务不是预测音乐何时停止啊，因为没人能够精准预测，连美联储主席都不行，对吧？你的任务是确保自己永远坐在椅子上啊，要设置止损，分散投资，保留现金，质疑狂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老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